第18章，黑暗的日子。贝斯真的得了猩红热，比汉娜和医生想的更严重。女孩子们不太懂病，劳伦斯先生又不能来看贝斯，汉娜就负责照顾她。班斯医生也努力帮忙，但他太忙了，就把很多工作都交给了这位好护士。梅格因为怕把病传给金家的人，所以留在家里做家务。他给妈妈写信的时候，没有说贝斯生病的事，心里很难过，也有点不好意思。他觉得不应该对妈妈隐瞒任何事，但是妈妈让他什么都听汉娜的。这位忠实的仆人不想让太太担心一件小事。乔每天晚上都照顾他的妹妹，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小贝斯很听话，如果能忍受，他就不会说不舒服。但是在发高烧的时候，他开始用沙哑的声音说话，摸着被子，好像在弹他喜欢的钢琴，想唱歌，但是他的喉咙发炎了，几乎发不出声音。有一次，他不认识周围的人，叫错了名字，哭着要见妈妈。乔很担心，梅格想告诉妈妈真相。汉娜说她会考虑，虽然现在还没有危险。一封从华盛顿来的信让他们更难过，因为他们的妈妈说马奇先生的病又严重了，要过很久才能回来。那时的日子真是黑暗啊，房子多么悲伤和安静。姐妹们工作和生活，等着，心里很害怕，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幸福的家。玛格丽特一边缝东西，眼泪一边滴在上面。这时她明白了，有些东西比用钱买来的东西更有用。它在真正让人幸福的东西上是富有的：爱、保护、和平和健康。乔在昏暗的光线下，看着她生病的妹妹，听着她痛苦的声音。这时他学会了珍惜贝斯的美丽和温柔，知道所有人都爱着他，并欣赏贝斯的好和没有要求，他对别人的好，以及他让全家人都感到幸福的能力。这些比才能、财富或美丽更重要。艾米在外面，想回家帮助贝斯，他对自己说，没有任何工作会比这更难或更让人烦。他难过的想起他的妹妹不得不做他不想做的很多事情。老李像一个幽灵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劳伦斯先生关上了大钢琴，因为他不想想起他的年轻邻居。他用他的音乐给他带来了快乐的傍晚。每个人都想念贝斯。送牛奶的人、面包师、店主和肉店都问起他。可怜的赫梅尔太太来道歉，因为他不小心让贝斯进了屋，并为明娜做了一件衣服。邻居们发来了鼓励和希望他好起来的信息。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最了解他的人，都惊讶于这个小而害羞的贝斯有很多朋友。与此同时，他躺在床上，老娃娃乔安娜在他身边，因为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他也忘不了他喜欢的娃娃。他想念他的猫，但他没有让别人把它们带走，以免它们生病。当他感觉好些的时候，他为乔感到难过。他给艾米发了充满爱意的消息，让他们答应告诉他们的妈妈，他很快就会给他写信。他经常想让他们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给他的爸爸写几句话，免得他认为他忘记了他。然而，她清醒的时间并不多。这个年轻的女孩有很多时间都神志不清，颤抖和摇晃，说胡话或者睡觉，但没有休息好。班斯医生每天来看她2次，汉娜整夜照顾她。梅格在她的书桌里放了一封电报，准备随时发出去。乔一直陪在贝斯身边。12月1日是一个特别冷的冬日。风很大，雪下得很大，好像这一年要结束了。那天早上，当班斯医生去看贝斯时，他仔细地看了看他，把他发烫的手放在他的手中几秒钟，
又轻轻地把他的手放回床上，看着汉娜小声地说：“如果马奇太太可以离开她的丈夫，最好请他回来。”汉娜点了点头，但是她颤抖的嘴唇没有说出一个字。梅格一听到这么可怕的话，就倒在了椅子上，好像突然失去了力气。乔在站了几秒钟后，跑到客厅，拿起已经准备好的电报，把它放在他的包里，冒着暴风雪出去发了电报。他很快就回来了。当他悄悄地脱下外套时，老李带着一封信进来了。信中，马奇太太说马奇先生的情况正在好转。乔高兴地读了这条消息，但是他的表情很不好。老李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贝斯的情况更糟了吗？”“我叫妈妈回来了。”乔解释说，他用悲伤的表情拉着他的橡胶靴子。“做得好，乔，这是你的主意吗？”老李问道。他看到这个女孩的手在颤抖，就把她扶到门厅的椅子上，帮她脱掉靴子。“不，医生建议我们这样做。”“哦，乔，情况这么严重吗？”老李惊讶地问道。“是的，他不认识我们，甚至不再说葡萄叶了。他一直把葡萄叶当成绿色的鸽子。他看起来不像他自己。我们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妈妈和爸爸都在远方，甚至上帝现在也离我太远了，我找不到他。我在这里，乔，抱着我，亲爱的。”他说不出话来，但他拥抱了他。他觉得这个充满爱意和温暖的拥抱安慰了他痛苦的心，让他更接近那些其他的怀抱。上帝的怀抱，那是唯一能帮助他在如此悲伤之中的怀抱。老李想说一些好听的话来帮助他的朋友，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他决定保持沉默，像他的母亲经常做的那样摸他的头。这是最好的，比最雄辩的演讲更有安慰，因为乔感受到了他的支持和同情。在沉默中，他知道了爱在悲伤时刻所带来的安慰。他擦干眼泪，稍微轻松了一些，抬起头感激地看着他。“谢谢你，泰迪，我好多了，我不再那么难过了，我会尽力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对你很有帮助，乔。你的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很高兴爸爸正在好起来，这样妈妈就不会因为不得不离开他而感到难过了。老天爷啊！好像所有的问题都一下子来了，我觉得我的肩膀上扛着很重的负担。”乔叹了口气，把他的白色手帕放在他的膝盖上晾干。“难道梅格没有给你足够的帮助吗？”老李生气地问道。“是的，当然有哦，但是他不像我一样爱小贝斯。如果他不在了，他也不会像我一样想念他。贝斯是我的良心，我不能放弃他。我不能。乔用湿手帕捂住脸，难过的哭了起来。直到那时，他才勇敢地忍住了眼泪。老李用手捂住眼睛，说不出话来，直到他喉咙里的哽咽消失了，他的嘴唇不再颤抖。也许这不是很男子气概，但他没办法。我很高兴。当乔平静了一点后，这个年轻人充满希望地说：“我不认为他会死，他太好了，我们都很爱他。上帝不会现在就带走他的。好人和被爱的人总是会死的。”乔小声地说，但他停止了哭泣，因为尽管他害怕和怀疑，他的朋友的话还是让他放心了。“可怜的你，你累坏了，你不应该这么难过。等一下，我马上让你高兴起来。”老李很快地跑上楼，乔把他疲惫的头
靠在贝斯留在桌子上的棕色帽子上，没有人敢碰它。也许它有魔法，因为好像它温柔的主人的精神控制了乔。当老李端着一杯酒回来时，这个年轻的女孩接过酒，笑着说：“见鬼，我要为贝斯的健康干杯！你是一个好医生，泰迪，也是最好的朋友。我该怎么报答你呢？”他问道。当酒安慰他的身体时，就像这些话安慰了他的精神一样。我马上给你记账单。今晚我会给你一些比一杯酒更能让你高兴的东西。老李用激动的表情看着他解释说。那是什么？乔惊呼道。好奇心在1秒钟内消除了他的担忧。昨天我给你妈妈发了一封电报，布鲁克回复我说他马上出发，今晚到家，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高兴我给他写信吗？老李激动地说着，脸都红了。他一直保守着他的计划，因为害怕惹恼这些女孩，或让贝斯感到不舒服。乔脸色苍白，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当老李说完话后，他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高兴地喊道：“哦，老李，妈妈，我太高兴了！”他没有再次哭泣，而是开始神经质地笑起来，颤抖着抓住他的朋友，好像他因为这个消息而发疯了。老李虽然有些困惑，但还是保持冷静。他拍了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当乔开始反应过来时，他继续给了他几个害羞的吻，这让他立刻清醒过来。乔靠在栏杆上，轻轻地分开，气喘吁吁地说：“哦不，我不应该这样做，太过分了。我很高兴你不听汉娜的话，给你妈妈发了那封电报。我忍不住了，告诉我一切，以后不要再给我酒了。你看到了结果。”我不介意。老李笑了起来，整理好他的领带。你看，我很担心，我的祖父也很担心。我们认为汉娜正在承担她不应该承担的权利。你的妈妈应该知道贝斯的情况。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她不会原谅我们的。昨天，当我看到医生这么严肃，汉娜在我提到发电报的可能性时几乎要拧掉我的头时，我说服了祖父是时候干预了。我跑到了邮局，我受不了别人对我隐瞒事情，这就是我决定采取行动的原因。你的妈妈今天会回来，最后一班火车在晚上2点到达，我会去接她。控制住你的焦虑，照顾好贝斯，直到你亲爱的妈妈回来。老李，你是一个天使，我该怎么感谢你呢？再抱抱我。说实话，我喜欢这样。老李用一种调皮的表情回答说，他已经2个星期没有用过这种表情了。不，谢谢。我最好在你见到你祖父的时候替你拥抱他。来吧，不要嘲笑我，回家休息，因为你必须熬夜。愿你一切都好，泰迪。乔走到一个角落，跑进厨房，坐在一个碗橱上，告诉他在那里找到的猫。他感到快乐，非常快乐。而老李走出去，确信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是我认识的最爱管闲事的男孩，但我原谅他。我希望马奇太太正在来的路上。汉娜松了一口气地说。当乔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时，梅格非常高兴，默默地读了几遍这封信。而乔整理贝斯的房间，汉娜准备了几个馅饼，以防有客人来。好像一股新鲜的空气吹过房子，比阳光更好的光照亮了安静的房间，并充满了希望。贝斯的鸟又开始鸣叫了，在艾米窗户上的玫瑰丛中出现了一个半开的花蕾。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异常欢快。女孩们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们互相拥抱，兴奋的小声说着：“妈妈来了，亲爱的，妈妈来了。”
大家都很高兴，除了贝斯，他仍然躺着，睡着了，对希望和欢乐一无所知，就像对怀疑和危险一无所知一样。看到他很可怜，他通常红润的脸，苍白而没有表情。他的手总是那么活跃，虚弱而瘦弱。他的嘴唇通常是微笑的，微微张开。他的头发总是那么美丽和整洁，缠结着，散落在枕头上。他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天，只是偶尔醒来要水喝。他的嘴唇太干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乔和梅格一直守在他的床边，不停地看着他，向上帝祈祷，并信任他们的妈妈。一整天都在下雪，风很大，时间好像过得很慢。但夜晚终于来临了。每次时钟敲响时，姐妹们坐在床上，闪着明亮的眼睛互相看着，知道帮助越来越近了。医生曾警告说，病人会在午夜前后出现一些变化，无论是好是坏，那时他会过来看看他。精疲力竭的汉娜躺在床角的沙发上，睡着了。劳伦斯先生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觉得自己更有能力面对一群叛军，而不是马奇太太回家时痛苦的表情。老李躺在地毯上，假装休息，但他用一种忧虑的表情看着火，这让他的黑眼睛看起来更清澈和甜美。女孩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她们无法入睡，一直看着时钟，感受着我们所有人在这样的时刻所感受到的无力感。如果上帝救了贝斯，我再也不会抱怨了，梅格真诚地小声说道。如果上帝救了贝斯，我会爱他，并终身为他服务，乔同样热情地宣布道。我宁愿没有心。太痛了，梅格叹了口气，沉默了几秒钟后说道。如果生活如此艰难，我不知道我们如何坚持到最后，他的妹妹绝望地补充道。就在这时，12点钟敲响了，他们俩都专注于贝斯，因为他们似乎看到了他虚弱的脸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房子里一片安静，只有风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汉娜精疲力尽，还在睡觉，只有这两个姐妹看到了似乎落在小床上的微弱阴影。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除了老李去车站之外，没有任何新的事情发生。又过了1个小时，没有人来。可怜的女孩们开始担心暴风雪或事故会推迟她们的妈妈的归来，或者更糟的是，华盛顿的灾难会阻止她离开。2点过后，乔看着窗外，想着被雪覆盖的世界是多么的阴沉。他听到床边有动静，立刻转过身。他看到梅格跪在他妈妈的扶手椅前，头埋在双手之间。这个年轻的女孩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贝斯死了，梅格不敢告诉我。他回到他的位置，惊讶地发现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烧的潮红和痛苦的表情已经消失了。这张心爱的脸，虽然苍白，却有一种如此平静的表情，以至于乔不想哭泣或哀叹。他俯身在他亲爱的妹妹身上，用他心中的爱吻了吻她潮湿的额头，温柔的小声说：“再见，我的贝斯，再见。”汉娜好像被动静吓了一跳，醒了过来，走到床边，看着贝斯，摸了摸他的手，听了听他的呼吸，然后他把围裙扔到头上，坐了下来，前后摇晃着，几乎说不出气地说：“他不再发烧了，他在睡觉，他开始出汗了，呼吸也很正常，谢天谢地。”在女孩们能够相信这个好消息之前，医生来了，他证实了汉娜的诊断。虽然他是一个普通人，但当他带着慈爱的微笑对他们说：“
是的，亲爱的，我认为这个小女孩会好起来的。不要发出声音，让她睡觉。当她醒来时，给她。这两个年轻人没有听到这句话的结尾。他们走到昏暗的楼梯上，坐在楼梯上，互相拥抱。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当他们再次进来时，忠实的汉娜用亲吻和拥抱迎接他们。他们看到贝斯躺着，像他生病前一样，侧身躺着，脸颊靠在手上，没有了最近几天的可怕苍白，呼吸平静，好像他刚刚睡着。如果妈妈现在来就好了，乔说，当冬夜开始过去时。看，梅格给他看了一朵半开的白玫瑰。我本来打算把这朵玫瑰放在贝斯的手里，如果他今晚离开我们，但是这朵花已经开了。我会把它放在一个花瓶里，这样我们亲爱的妹妹醒来时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朵小玫瑰和妈妈的脸。梅格和乔昏昏欲睡的眼睛，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日出，世界也没有像那个早晨一样，让他们觉得如此可爱。那个早晨结束了一个漫长而悲伤的夜晚。这看起来像一个童话故事里的风景，梅格笑着说。当他从窗帘后面看着耀眼的景色时，听！乔猛地站起来惊呼道。然后他们听到了前门铃响，接着是汉娜的惊呼和老李的声音。他高兴地宣布：孩子们，他来了，他来了。